核弹剑仙硬控必输，一剑送走金闪闪，菊花盾拦截黑泥冲击，红 A 这些光辉战绩依然历历在目。但 FGO 的疯狂打补丁导致你现在去看红 A 的战绩，那是强的可怕。直到我看到这个图，我真的绷不住了。一场5战3个冠位，先和冠位剑耍2招，再和冠位狂搏命，最后一剑送走冠位弓。天哪！强如鬼神的红色工兵，整件事情还要从 FGO 的代怪战说起。这个活动每次都会派出一个英灵，你要打过这个英灵，才有资格让自己的英灵成为冠位。这些英灵到底能不能算冠位？前段时间还有点争议。但如果说这些英灵有冠位资格，应该不是问题。而在这些英灵里，去过 Fate Stay Night 片场的有认真金闪闪、剑鞘冠位、呆毛王，全武装必输。之前不是很流行一张图嘛，别人抽的都是英雄王、亚瑟王，而你抽到的是隔壁班嘉豪，好像是很惨的样子。但是你看这红 A 的战绩，发现这个隔壁班的嘉豪怎么好像打谁都能误开啊！最经典的就是一剑兰亭战斗中的必输，那一发射出去，直接让柜子又想起了霓虹温度最高的那天，甚至直接带走了必输一条命。作为平常战力，能和本土剑豪佐佐木小次郎过上2刀，刀虎体系作战，能用菊花盾拦下狗哥英国绿宝具，保证原本必死的自己不死。对阵神话选手，那才是真的来展示上限的。而且的强度在剧情里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，被圣2代的时候被红 A 一刀给砍趴了，但接上了鹰的魔力源之后，2个大招给红 A 灌石化了。只能说毕竟是神话选手，确实有点不讲道理。但红 A 至少是一个打满了全场的选手，在一场吃鸡比赛里打满全场的含金量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你看看前面那些被淘汰的选手，惨的没边的 C 组，这真是苦命鸳鸯了。被自己令咒带走的狗哥，小四郎死掉的惨状我都没办法给你描述。在圣杯战争里，咱能活到最后都很困难好吧。而红 A 不一样，红 A 都不怎么担心自己沾到黑泥，纣万都惊讶到了。不过吧，这个主要原因是红 A 身上的衣服，据说是学姐给的。红 A 甚至还主打一个阴魂不散，于 BW 的时候都已经退场了，突然冒出来给闪闪补了一发爆头。在红 A 所有的过往战绩中，最牛的恐怕还是在人都快没了的情况下，掏出菊花盾拦截了涌过来的黑泥浪潮。别的不说，你就看红 A 这次掏出来的盾，明显是没有对战狗哥的时候拿出来的盾那么完整的。而哪怕是这种程度，也依然拦下了黑泥。从动画的表现来看，绝大部分东西只要沾到黑泥，都差不多要完蛋了。你如果论攻击层面的战斗力，那红 A 的战绩可能确实是差点意思。但如果要说红 A 这是顶级防御，那真没得黑了吧。而在最近，红 A 的战绩又添了一笔啊，对，还是 FGO。说是这个老所长想用新历史掩盖掉04年的圣杯战争，结果呢，这个假的04年的圣杯战争登场角色里还是有红 A 在。众所周知，红 A 是来自未来的英灵，所以红 A 打这场假圣杯战争的时候，人都傻了，原版家变成了一个大坑，侍郎更是完全没有出现，老熟人一个个都换了直接。这圣杯战争谁都能赢，但凭什么是你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赢啊？然后到了最新的终章，告诉大伙这都是伏笔。最后给大伙分享一个我看到的笑话：老所长在04年的5战偷走了侍郎的圣杯，而侍郎是红 A， 红 A 被骂 faker， 所以老所长是你对红 A 还有什么别的印象吗？在评论区说说吧。最近报名了12月月度精选作者评选，都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左下角点击帮我投个票吧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求你了。我是凯奇，我想和你聊聊动画。